属羊的朋友，你走到这个年纪，心里最放不下的，不是眼前这一点辛苦，而是后半生到底值不值得期待。你年轻时吃过苦，中年时扛过事，为家庭操心，为儿女奔波，为生活忍耐，很多话你没说，很多委屈你咽下去了。如今到了58岁，表面上看是年纪到了一个关口，实际上看是命运走到了一个转弯处。你当然会问，我这一生这样忙，这样累，这样熬，晚年到底有没有福？我还能不能松一口气？我接下来的日子是平平淡淡过去，还是会重新起事？会不会苦尽甘来？会不会越老越稳？会不会真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好时光？这些疑问不奇怪，也不丢人，因为人到了这个时候，最想要的不是虚名，不是热闹，而是一份看得见的安稳，一份摸得着的福气，一份能让自己放心的晚景。今天我们就把这层窗户纸慢慢点破，把你后半程的路看清楚，让你心里有底，让你知道原来很多好事不是没有来，只是还没有到时候。你是1967年出生，丁未年，属羊。这个年头出生的人，不是一般的温和，也不是一般的辛劳。你的命里带着丁火，坐着未土。丁火是什么？丁火不是烈日，不是猛火，它像灯火，像炉火，像夜里照人的那一点明光，温温的，却有力量，柔柔的，却能长久。未土又是什么？未土不是实土，不是薄土，它像田园之土，像能养人的厚土，有包容，有耐性，有续长，有福泽。所以你这个命不是浮的，不是轻的，是外有热度，内有分寸，是看起来和气，骨子里很硬，是嘴上真，心里有数，是对人真，对事稳，对家尤其有责任。这种人年轻时不一定最张扬，但往往最能撑，最能熬，最能把一个家慢慢拖起来。这就是火生土的格局。火给土温度，土给火根基。表面看你是付出，往深处看你是在积福。你这一生不会轻轻松松就过去，因为你的命本来就不是轻飘飘的命。你常常是想得多，做得多，担得多，别人一句话过去了，你却会记在心里。别人一个难处摆在那儿，你就忍不住伸手去帮。所以你前半生多半不会太闲，也不会太自我。你有热心，也有责任心，你想做事也舍不得家，你有自己的志气，可每到关键时候又总会先顾全身边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属羊的丁未人表面温厚，实则心里装了太多事。年轻时想闯，中年时想稳，到后来才明白，原来人生真正的分量不在一时得失，而在最后能不能沉得住，守得住，想得住。回头看你前半生，其实很像一块玉，还没有打磨完成的时候，边角多，碰撞也多。明明自己不差，偏偏总要多走几步。明明有机会，却常常先让给别人。明明可以为自己活一点，却总被家庭、现实、人情拉住手脚。所以你的路不会像有些人那样一帆风顺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你比很多人更懂世事，更懂人心，更懂什么叫来之不易。你见过人情冷暖，也吃过现实的亏。你有过心气高的时候，也有过想不开的时候。你曾经为了家里忍过，为了事业熬过，为了别人让过，为了责任扛过。这些经历看起来像消耗，
实际上都在替你后半生铺底。因为真正有后劲的人，不是少年得意的人，而是历经起伏以后还能把心定下来的人。你就是这种命，你不是前面最抢眼的那一个，却很可能是后面最稳当的那一个。所以58岁对你来说不是衰退的开始，而是命运真正要把前面积累兑现出来的时候。为什么偏偏是这个年纪关键？因为2025年是乙巳年，乙木在上，巳火在下，这一年对丁未之命有很明显推动。先说乙木，木能生火，乙木不是粗木，不是暴木，它像藤木，像细木，像柔中带刃的生发之气。这股气一来，就等于给你的丁火添了一把正合适的柴，不会烧得乱，不会冲得过，而是让你的精神、思路、判断、眼界慢慢亮起来。你以前想不通的事，这一年容易想通；你以前卡住的局，这一年容易松动。不是天上掉下来什么，而是你突然明白，原来事情还可以这么看，原来路还可以这么走。原来身边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助力。很多属羊的人到了这个年纪，会有一个共同感受，就是脑子忽然活了，心气忽然顺了，人也没那么拧巴了。这就是木生火的妙处，它不是把你推得很猛，而是把你点得很透。再说巳火，巳火与丁火相应，又能生未土，这就更有意思了。因为你本命里最重要的一层就是火土相生，现在流年又来补这一层，就像本来土壤已经不错，这时又有阳光照着，地气暖着，里面藏着的东西就容易长出来，落到现实里就是你的财库、家运、气场、人缘都会跟着稳起来。你会发现以前不太看好你的人开始认可你了，以前联系不多的人忽然又有往来了，以前以为不会再开的门慢慢又出现了缝。这不是偶然，是因为你的气运到了承前启后的节点。一个人运势转的时候，往往不是先发财，而是先开窍，先遇人，先顺气，先不那么堵。一旦这几件事同时出现，后面的路就会越走越开。所以58岁不是普通的年龄，它是你从还在扛走向开始收的年份，是从积累过渡到兑现的分界线，是命里一股旧账开始慢慢结清，新福一点点冒头的开端。先说你最关心的事业和财运，很多人一提到58岁就觉得差不多了，应该退了，应该歇了，应该把舞台让给年轻人了。这个看法对你不完全对，因为你这种命真正值钱的不是体力，是经验，不是拼劲，是判断，不是冲在前面，而是站在后面一看就知道哪里能做，哪里不能做。所以你后面的事业不一定是以前那种忙忙碌碌的事业，但很可能是一种更轻、更稳、更有分量的事业。有的人会被请去帮忙出主意，有的人会开始带人，有的人会因为懂行、有信誉被拉去一起合作，有的人甚至原本想收手，结果反而在这几年打开第二春。为什么？因为年轻人有冲劲，但没你的沉着；别人有资源，但没你的眼光。市场再怎么变，最后真正让人放心的还是靠谱2个字，而你身上恰恰最容易留下这2个字。所以你别小看自己到了这个年纪的价值。年轻时靠跑、靠扛、靠熬，后面靠的是阅历，靠的是口碑，靠的是别人对你的信任。这种东西越老越值钱。我跟你讲个很典型的情况，有些属羊的人前些年做得很累，
店要管，账要看，人要应付，家里还不能不顾，越做越觉得没劲，甚至想一关了之，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再折腾了。可一到这个阶段，偏偏有懂你的人出现，有的是老同事，有的是晚辈，有的是朋友牵线，他们不是来拖你后腿的，而是来接你后劲。你原来最重的部分，别人替你分了，你最值钱的部分反而被凸显出来。你只负责拿主意，只负责把方向，只负责守品质，这样一来，人没那么累，收入反而更稳，成就感也回来了。所以你后面的事业不是没有，而是换了形式，不是更苦，而是更巧，不是再去跟别人硬拼，而是凭着你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判断和信用，走一条轻装上阵的路，这就叫晚景发力，也叫厚积薄发。财运也是一样，你年轻的时候，财不是没有来过，只是留得多。因为你这个人心软、重情、讲义气，舍得为别人花，舍得为家里顶，有时候明明自己该攒一点，却还是先把别人的事摆前头。所以你以前的钱多半有进有出，不太容易一下子聚得特别满。但这不代表你没财库，而是你的财要到后面才显出稳定来。尤其58岁以后，未土得火来生，财库慢慢厚起来，你会更清楚什么钱该拿，什么钱不能碰，什么资产值得守，什么风险不能贪。这种清醒本身就是财运的一部分。正财上，你的退休安排、固定进项、顾问型收入都会渐渐稳定。偏财上，如果你以前有房产，有长期持有的东西，有一些不急着动的老资产，这个阶段也容易显出价值。但我要提醒你，到了这个阶段，最重要的不是再去追大财，而是学会守财。财多未必是福，守得住才是福。你不要再为了虚高的回报去冒险，不要再被那些说的天花乱坠的项目勾住心。晚年的钱，第一讲安全，第二讲安心，第三才讲增值。你能把钱放到让生活更舒服，让身体更轻松，让家人更放心的地方，这个财就用对了，福也就落住了。再来看健康，这一块你不能轻视，因为再好的运，再多的福，没有身体接得住，都容易打折。你这个命火土本来就不弱，年轻时问题不明显，是因为底子还能扛。年纪上来以后，这股火土之气如果不调，就会开始往身体上说话。火对应心神、血脉、睡眠；眼睛，土对应脾胃、消化、吸收、情绪、沉积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到了这个年龄，有时候不是大病，就是一些小毛病反复磨人，睡得浅，心里烦，吃的不多却不舒服。火一旺，人就急，急了又伤脾胃，脾胃一弱，整个人的精神又受影响。所以后面的养生最重要的不是补得多，而是调得平。火太过了，要让它柔下来；土太滞了，要让它活起来。怎么做？先从心上做，不跟自己较劲，不跟家人硬碰，不把所有事都往自己身上揽，情绪一缓，火就不容易上冲。再从生活上做，多接近水，多散步，多去有树有风的地方，让木气疏你，让水气润你。饮食上尽量减，尽量温，不要太燥，不要太晚，不要一边操心一边吃饭。这些话听起来简单，真正做到了，反而是最有用的。你这个年纪养生，靠祈法，靠规律，靠猛补，靠节制，不靠折腾，靠平和，
只要你愿意慢下来，很多不舒服都能慢慢回去。家庭这一块其实是你命里很大的福缘，只是年轻时你未必感受的那么明显，因为那时候你忙，家里也忙，人人都有脾气，事事都有压力，很多话来不及好好说，很多感情也来不及慢慢养。可到了后面，这种火土之命的好处会越来越出来，火让你有温度，土让你有包容，你会发现自己没有以前那么急了，也没有以前那么想控制了。你开始懂得，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，家是讲体谅的地方。这个念头一转，整个家的气就变了。你和伴侣之间，年轻时可能也争过，也冷过，也因为现实的事互相不理解过。可到了这个阶段，反而会越来越像老友，很多话不用说透，一个眼神就懂，一个动作就明白。那种感觉不是激情，是沉淀下来的情谊，是风风雨雨之后还愿意彼此照应的默契。这种福不喧哗，却最踏实。你和子女的关系也会进入新的阶段。过去你是管他们的人，现在你会慢慢变成他们愿意依靠的人。年轻时他们怕你，或者嫌你唠叨，可年纪一上来，他们会越来越明白，你那些看似老派的话，其实都带着经验，带着责任，带着真心。到了他们在人生里撞到墙的时候，就会回头来找你，来问你，来听你怎么判断。这时候你不用再像以前那样着急去安排一切，你只要稳稳地坐在那里，把自己的经验讲明白，把自己的心态摆出来，他们就会受益。所以你后半生在家庭里的位置不会变轻，反而会变重。不过这个重不是压力的重，而是分量重，是大家心里认你的重，是逢年过节都离不开你的重，是家有大事都要听你意见的重。这就是一个人晚年真正的价值，也是你年轻时一切付出在后面慢慢回流的样子。再说人际和贵人，这也是你后面很值得期待的一块。很多人以为老了以后圈子就小了，人也淡了，热闹也少了。可对你这种命来说不一定，你后面的人缘反而容易越来越稳。因为年轻时大家看的是本事，中年时大家看的是利益，到了后面大家看的是人品，是相处舒服不舒服，是这个人值不值得长期来往。而你恰恰属于越久越能让人放心的那种人。你不轻浮，不耍滑，不喜欢占人便宜，也不轻易失信。所以你后面结交的人不一定很多，但质量会更高。有的是聊得来的老朋友，有的是看重你的晚辈，有的是因为做事结缘的新伙伴。这些人里很可能就藏着你的贵人。贵人不一定是大人物，也不一定是给你很多钱的人。贵人有时候就是一句提醒，一次介绍，一个机会，一个陪伴，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人。所以你要记住，后面的运一来，先别关门，别把自己锁在过去的小圈子里，多出去走动，多跟有善意的人来往，多参加一点正向的活动。你的气一开，缘分就会来，人一通，运就会转。这句话放在你身上很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命里有福不等于什么都不用做，福能不能接得住，靠的还是人自己的分寸。第一件事就是心门要开。很多属羊的人有一个特点，外表温和，内里却容易固执，尤其吃过亏以后更容易防着，怕再被伤，怕再看错，怕再白忙一场。这种心情我理解。可你要知道，晚年的好运很多时候就是通过人进来的。你太封闭，机会就进不来；你太排斥，贵人也靠不近。所以别急着否定，别一听建议就说不行。
先看看，先听听，先留一点余地，这就是给自己留福路。第二件事就是钱上要稳，你后面不是没财，而是更怕因为一时贪心把原本的福折掉。凡是说得太好，赚得太快，来得太轻松的东西，你都要多想一步，守住本金，守住节奏，守住清醒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第三件事就是把身体排第一位。你过去总把别人摆前面，现在该学会把自己摆回来一点了。不是自私，是明白。没有你这个人安稳，其他一切都容易乱。第四件事就是学会放下，放下那些陈年旧事，放下不甘心，放下非要证明什么的念头，放下对子女过多的操心，也放下对过去某些遗憾的反复咀嚼。一个人真正开始享福，不是因为钱够了，而是因为心松了。心一松，福才落得住。你要明白，人生走到这里，不是来谢幕的，是来开第二场。前半生你为责任活，后半生该学会为自己活一点。你可以去做年轻时没空做的事，可以去学一直想学却没时间学的东西，可以去见想见的人，可以去走想走的路，可以把节奏放慢一点，把日子过细一点，把心养暖一点。你过去不是没有福，是福来得慢一点，藏得深一点。要等你真的成熟，真的稳了，真的看明白了，才一点一点打开。所以不要因为脸上多了皱纹，就觉得自己在走下坡。不是，对你来说，这个阶段更像一壶酒真正开封的时候，前面是酿，后面才是香；前面是磨，后面才是润；前面是斩，后面才是享。你所有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累，忍过的委屈，扛过的重担，都不会白白过去，他们会变成你的福泽，变成你的分量，变成你家里的定心丸，变成你晚年最后的一层底气。所以属羊的朋友，尤其是1967年出生的你，不要再轻看自己，不要总觉得来不及，不要总说算了吧。你真正值得期待的日子，恰恰就在后面。58岁不是一道坎，而是一道门。门外是过去的辛苦，门里是未来的回响。只要你把心放稳，把身养好，把财守住，把人看清，把该放的放下，把该珍惜的珍惜起来，你后面的生活真的有机会越过越顺，越过越稳，越过越有味道。到那时候你会明白，人生最好的收成，不是年轻时一时的风光，而是晚年有安宁，有体面，有陪伴，有笑声，有盼头，有一颗不慌不忙的心，这才叫真福，这才叫厚福，这才叫属于你的黄金岁月。愿你从今以后少一点忧，多一点稳，少一点拧，多一点顺。家中常有笑意，身上常有轻松，口袋里有底，心里面有光。往后的每一步都走得安稳，走得明白，走得有福。感谢你把这段话听完，也愿你从今天开始更相信自己后半生的运，更珍惜已经握在手里的福。